继续给您说这段《后西游记》啊。上文书咱们说在哪儿呢？正说到大唐佛法传续已然乱套了，很多僧人借佛敛财。那么三藏师徒二人瞧完这些事儿之后，就赶紧回了灵山，把这件事禀报给我佛如来。我佛如来这么一听，说这事儿倒是也怨我，为什么当年三藏你从我这儿只取走了经啊，只拿走了经书，但是没有拿走真解，所以如今大唐才会是乱象丛生。那如何破解呢？如来佛也说了，说这真解呀，还得从东土再找一个人，再跑一趟来我这儿取。这悟空一听说，哎呦，如来我的佛呀，咱能这样吗？这我们师徒四人刚取完经啊，才过去200年呐，这现在怎么又出真解了？好，那我们要把真解取回去，再过200年呢？到时候您这儿说了，我们又更新了啊，也新出了一套练习册，你们赶紧把这取回去吧。那我们受不了啊！200年一报到，这谁有这么些功夫老跟您这儿泡蘑菇啊？要不然佛祖这回您给我们来个套装，您看怎么样？您这儿有的让我们都拿回去。这如来佛一指他，你闭嘴啊！你就不让说了，不让说别说了啊！那三藏跟悟空师徒二人就要走啊，离开大雷音寺，去这个东土大唐找取真解之人。刚要转身离去，就听见佛祖说：“且慢，莫着急离去，贫僧尚有一件法宝相赠。”三藏一听，急忙是何时躬身呢？说好啊，这个佛祖要给装备了。说哦，这弟子不知，佛祖还有何法宝相赠？如来佛微微一笑，说：“当年呀，我遣观世音菩萨去东土寻你来取经的时候，我就给下过这么几件宝物，用来保护于你。其一呀，就是金、锦、禁3个箍。这3个箍作用可大了，可以度化狂妄顽劣之徒。拿手一指孙悟空，你比如这位同志啊，你要没有这个箍，你能收服了他吗？啊，他能保护你一路西行吗？那不可能啊，这是其一。其二是锦兰袈裟啊，这袈裟法力护身，持有者不堕轮回。第三呢，就是九溪禅杖，可以震慑妖邪，行于显露，令诸恶不侵。那么三藏你当年正是凭着这几样宝物的护持，才能够安然从东土大唐来到我西天灵山大雷音寺，得成正果。那么此一番来取真解，这一路之上也绝非坦途，世间妖魔鬼怪未曾绝迹，贪念邪妄是更甚以往。那么既然取解之路也是艰难险阻，那贫僧自当再赐下一件法宝，以护取解人之安危。他话音刚落，殿后两侧走出来2个人，正是阿难伽叶2位尊者。这2个人呢，手捧着锦布包裹之物，是个细长条，行至如来面前啊，躬身说道：“说佛祖，法宝已至。”如来佛把手轻轻一挥，锦布展开，露出一条檀木杖，就一根木头棍啊，一根长棍子。此杖乃檀木凝成，木质温润，触手微凉，杖身是浑然天成。虽不见繁复雕饰，但是也是熠熠生辉呀，这一看就不是凡间之物。佛祖把这个杖托在手里头，说：“这宝杖有法力，取真解之人拿着它，如遇危险，可以将这杖头一指啊，一指这坏人。这坏人如果心存善念，这么一指一喝，就能回归本心，不再作恶。”那么各位，您要是对这个佛法呀，您要感兴趣，您一听就知道，这个檀木杖原作者写的是取禅宗棒喝之意。什么叫棒喝呢？就是咱们说现在的话啊，比如说有些人因为一些事他容易上头啊，这一上头啊，这你还别跟他讲道理，越讲道理他越听不进去。那么有经验的禅师就不会跟他讲道理了，就拿这个木棍啊猛地一戳地，或者杖落其肩，就打他肩膀一下，这个声音骤响如春雷惊梦，能叫人幡然醒悟。哦，我刚才是上头了啊，刚才是沉沦于执念了，这叫误入歧途啊，我那样不好，这就叫棒喝之法，就不立文字，不假言辞啊，片刻之间叫惊破迷障。
这就是棒喝。那么咱们小说里，就是咱书里头这个棒喝呢，就更为神话了，就只需要取真解之人拿这杖一指一喝，能点破人心，只要这人心里头哪么一点点的善念，就能让他痛改前非。那么您要说这根棍子具体怎么用呢？效果怎么样呢？您别着急，取真解之人不还没找着呢吗？只要找着之后，他们踏上西行之路，遭遇初次劫难之时，这根棍子自有他用武之地。那时候您就知道这个檀木杖如何施展奇妙。三藏双手恭恭敬敬把这个给接过来了仔细端详，真好这我怎么没这个呢？你说这比我那几样都实用这好歹是根棍，这几样的能抡人当然这话你不能同着佛祖说呀。得了，三藏将这根禅杖这就是这根檀木杖手中一拿，拉着悟空就要离开大雷音寺，回转东土寻找取真解之人。可哪知道刚出殿门，突然之间听见身背后一声唤：“三藏尊者，请慢些走。”谁呀？三藏也是闻声止步，回头一瞧，哎呦，不是别人，正是阿难、伽叶两位尊者。您各位瞧过《西游记》，您准记得当年三藏师徒取真经嘛？都到了大雷音寺了，就是这两位尊者设下关卡，行勒索之事，非得跟三藏师徒要好处。三藏一瞧，打心眼里就烦呢。但是现在也是同事了，人家叫你，你不能装听不见呢，赶紧就过去打一问讯二位尊者不知叫贫僧何事啊？这阿难、伽叶俩人也不绕弯子，说当年你来灵山取经，我们就跟你说了，你得意思意思，对不对？可是到最后呢，你非说你没钱，拿一紫金钵盂，拿一小碗就给我们打发了。这事儿你还记得吧？三藏心里话说，这事儿怎么会不记得呢？就这事儿怎么可能忘呢？这当年好不容易取西经，取这真经，我都瞧见那经文了，就差一点了。结果这两位尊者非逼着我要钱，把我那紫金钵盂我给了他了。都过去多少年，怎么还提呀？是这贫僧倒还记得。你记得就好办了。上一次你们是来取真经，如今你们又要来取真解，那我跟你呢，咱们算是老相识了。所以呢，我们跟你说话可就不避讳着跟你不绕弯子。你这次下灵山找那取真解之人，你就跟他说清楚了，让他们带着钱来，别跟你们似的空着手，到时候多难看呢。三藏一听这话，心里堵得慌，心里话说：天下僧人只认钱的风气从哪儿传下去的？这不就从灵山大雷音寺传下去的吗？但是事已至此，他把这话说出来了，三藏还就真没辙。我怎么跟他说呀？我是答应他，我是不答应他？我跟他打保票，我说你放心，我一定让他们带足了钱来。我回去，我怎么跟那取解人说呀？我成什么了？大雷音寺成什么了？那人家我要跟人家说了，是跟取解人说，我选定了一个你取解去你带着钱，人家得问我呀。那这个三藏法师，我们为什么要带钱去啊？那阿难、伽叶找你们要钱，那人家要问我一句说，他们俩找我要钱，这里有你的没有？我怎么回答？可我要说不行，说我这话我不帮你传我不跟取解之人说，这俩人是好崴乎的吗？那当年这两个人要不是我把紫金钵盂给他们，我们师徒四人有可能叫空手而归呀。如果说取解之人碰见这俩，他们俩要在最后掣肘，到时候不让人家抓瞎吗？一时间进退两难。最后呢，三藏摆了摆手，说出了当下最适合的一句话：看吧，就是这叫什么？这叫无可无不可。就是我也不说行，我也不说不行，反正你说的我听见了，就这么着吧。说完，三藏也不多言，一拉悟空转身就走，头都没回。那悟空呢，跟边上听着也不爱搭理这俩人，还憋着气呢。这会儿师傅说要走，那得了，自己也别跟他们起争执，转身跟着师傅就走了。咱刚才说了，师徒二人皆有法力这个都是已然成佛了。上文书你也都听见了。那么当年步行从这个东土大唐到灵山用了10多年，但是这回从这个东土回灵山，再从灵山回东土，不过眨眼之功。片刻之后，祥云落定，师徒二人又来长安城了。抬眼一瞧东土大唐热闹非凡佛骨佛牙会正在举行。就见殿宇金碧辉煌，大殿高耸入云，床幡宝盖是随风的飘舞，这个香烟袅袅是直冲九霄，四方信众蜂拥而至，叫人山人海。这个三藏师徒一瞧，这还真不错
啊，怎么呢？这天下的高僧都凑齐了，天下高僧齐聚。那么这不是个好机会吗？啊，不要找这取真解之人吗？那么这场盛会，这不就是一次选秀吗？那我们师徒二人就算是评委了。那么好好听听谁讲的好。那这次啊，跟之前一样，也是不能显露真身，免得惊动世人。于是呢，三藏和悟空还是施法隐去光华，化作两个衣衫褴褛的盖僧，混入人群当中，是静静的旁听。只见呢，这个庙堂之内高台林立，各路僧人是各据一方，依次是登坛讲经说法，声如洪钟，言辞铿锵，你听着挺激烈啊。这个有的讲的反正是热热闹闹，但师徒二人啊，且听且看，先听一个摇头，这不行；又听一个再摇头，这也不行。听了一上午，竟无一人能堪此大任。要么就是曲解经义，望文生义，胡乱牵扯，就为博得满堂的喝彩；要不然就是以讲经为名，实则敛财。那话刚开个头，那台底下小和尚抱着功德箱，人群当中穿梭。这三藏看着心寒呐，心里头发凉啊，长叹一声，喃喃自语说：“这可不行啊！”师徒二人一路走一路看，越看越是摇头，这如何是好啊？那么师徒二人呢，就决定别跟长安城里头看了，这里头这佛骨佛牙会也就这水平了，往长安城外头再找找。师徒二人顺着大道可就要出城，刚走到城门外头，就听见那儿有一阵骚乱，夹杂着一片叫叫骂之声啊，声音是忽高忽低，连成一片，听着还不是很真，但是能听出来起争执了，时而有怒喝，时而有哀求，好不热闹啊！师徒二人对视一眼，心中生疑，这是佛骨佛牙会啊，虽说讲的不甚高明，敛财之心昭然若揭，但毕竟这是佛学盛会。那么四方来的都是善男信女齐聚，那么照理来说，来这儿的人都应该有敬畏之心，不应该当街闹事，更不应该撒泼骂街呀。可是如今这城门口竟然有人公然的喧哗，不顾颜面，定有蹊跷。师徒二人不敢耽搁，急忙循声就赶过去了。到那儿一瞧啊，哎呦，心头一震。只见这城门外头5、6个大汉手执棍棒，气势汹汹，把一个中年男人就围在当中。这个中年男人不过也就30来岁，衣衫破旧，面容憔悴，这怀里头抱着个5、6岁的小女孩。那小女孩啊，骨瘦嶙峋，面色蜡黄，气息微弱，早已是昏迷不醒。你仔细看才能看出来，胸口微微的起伏，尚有一丝生气。那中年男人啊，双臂死死护着这孩子，整个人后背微微弓起。那5、6个大汉呢，拿着棒子照着后背，乒乓乒乓就这通打呀。但是被打的那汉子死抱着孩子，不肯让出半分。怎么回事呢？这不是开佛骨佛牙会吗？这长安的僧人啊，都忙活去了，但是这门口得需要维持秩序的。说现在的话，需要这么几个志愿者。那很多寺里的高僧就把自己的侄儿啊、外甥啊，甚至于说有几个就是私生子，安排在这儿了。为什么？你在这会儿看门有钱挣啊。那么找来看门的这几位，就是地痞无赖、过街老鼠啊，那都是人人喊打的主。但这回行了，自己这和尚叔叔、和尚舅舅给自己安排到这儿来，呵，好，门口一站，有权利了，拿手一指，那包打开我瞧瞧。那老百姓想参加佛骨佛牙会，你就得听话呀。包打开您看吧，检查这几位哪儿享受过这个呀？哎呦，好，查上瘾了，谁来都得瞧瞧。查来查去，就查到这个中年男人这儿了。这中年男人是怎么回事呢？这男人家里头啊有个女儿，这家里呢还穷，这孩子打小身体就虚，这早晨起来正玩啊，这孩子突然晕了，这爸爸就抱着这孩子满世界就找大夫呀。但是正值这佛骨佛牙会，整个长安城医馆全关了，无可奈何，抱着这孩子就出城了，上外头找大夫去。大夫一瞧，一诊断，气血两虚，说咱们说现代话吧，这孩子严重的营养不良，可能还有贫血，怎么办？大夫开方子，这孩子得吃肉。那父亲抱着孩子，好，这城外的满世界找人赊肉啊，家里没钱呢，啊，那他实在，哎呦，找了一肉铺，人家还真不错，赊给他1块。他知道现在佛骨佛牙会不让烹饪荤腥，但是真没辙了啊！这孩子就不吃肉怎么办呢？他把这块肉啊裹了又裹，包了又包，好几层，揣自己这怀里头了。往城里头走，就看见这几个无赖了。这几个无赖呢，逢人就查。这父亲可有点害怕了，
那么检查到他的时候，他一慌，他想往这城里头就直接跑，他想闯过这关卡，这一跑坏了，这几个人可逮着理了。哎呦，当时给撂倒了，这顿打呀，这当爹的就跟那抱着孩子，这乒乓乒乓拿着棍子就这顿歇呀。这当爹的就抱着自己孩子，弓着后背就跟那求饶。这时候三藏和悟空来了，这父亲嘴里头就是求饶啊，都带哭腔了。哎呦，诸位好汉，哎呦，诸位佛爷，我求求你们饶命！我儿啊，这个今天早晨起来玩的好好的，他就昏迷了。今天我去外头，我请大夫，人家大夫说这孩子体虚的厉害，需要进补，要再不进补，怕是撑不下去了。可我家中拮据，我实在是没辙了。我今日咬着牙，我厚着脸皮，我上城外的肉铺，我赊了这么一块羊肉啊，我就想给他炖一锅汤，我让这孩子好好补补身子，好撑过这一关。说这话呀，他从怀里头小心翼翼把那块羊肉就拿出来了。这汉子手啊微微的发抖，神色微微，满眼都是恳求之色。那意思，我这肉是正道来的，我也没偷，我也没抢，我求求你让我带回去，我救救我孩子。可谁知道啊，看门的这几个，其中有一个无赖是一扬手，啪，把这羊肉打翻在地，那肉跌入哀尘，沾了一层灰啊。那汉子一愣啊，随即他就要扑，他想去捡那块肉，可是还未等他碰到呢，那些人歘啦拿着棍子把他团团围住，棍棒齐举，那意思你敢捡就揍你。其中一个无赖手握木棍，这棍子在他面前一横，说：“你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吗？今天乃是我佛骨佛牙大会，佛祖明训，世人皆应持戒。你还敢杀生吃肉？杀生食肉那是大罪，你知道吗？啊！你让你孩子吃肉，这不是让他堕入恶道吗？”边上一个人也说：“是啊，你这孩子如果死了，那是命中注定该死，那就是因果呀！你怎么能强行让他食肉？这不是逆天而行吗？你不是助他造孽吗？这罪孽比死还严重啊！”哎呦，那汉子脸色惨白，是声嘶力竭，说：“他才5岁呀，他才5岁，他哪儿来的罪孽呀？”边上人听不进去啊，念念有词：“嘿，好，救他一命。为什么要救他呀？救他一命不如救他的来世啊！”边上老百姓也跟着附和：“对呀，救他的来世啊！”此言一出，这父亲也没辙了，抱着这个怀里的孩子磕头如捣蒜，嘴里头也没别的词了，我就求求你们，求求你们，就跟那儿磕头。就这一幕把孙悟空气疯了。悟空素来最看不惯的就是仗势欺人，这一群人扛着所谓的佛门清规，行的却是冷酷无情之事，让他是火冒三丈啊！那眼睛一沉，袖子一撸，那意思要把这几个人收拾一顿。三藏呢在旁见状，也点了点头，那意思救人要紧，你快去。那么悟空正要迈步，他要往前呀，要救这父女二人。忽然之间就听得人群中一声暴喝：“住手！”这一声暴喝呀，力贯长虹。那几个手持棍棒的无赖被这突如其来的喊声还就真镇住了，手上那动作硬生生顿住了，不敢再动分毫，连忙是循声望去，只见人群之中缓缓走出来一个30来岁的僧人，面容清秀，眉眼分明，轮廓利落，眉峰是微微这么一挑，骨子里头带着一股不怒自威之气。这个僧人呢，身上穿了一件僧袍，那这件僧袍本是灰色的，但是现在洗的已经发白了，朴素至极，浑身上下无半分装饰，但是啊，您别看朴素，但是非常的齐整，衣襟平整，落落大方。这和尚步履坚定，分开众人，径直就走在这几个无赖前头了。三藏一瞧，这僧人凛然正气也一把把悟空给拉住了，那意思先别动。为什么不动？现在有你在，有我在，这父女二人没有危险了。咱们先看看这和尚想干嘛。只见那和尚走到这几个无赖面前，毫无惧色，抬手一指，这几个手拿棍棒的无赖目光如炬，是朗声喝道：“诸位施主，各位信善，你们自诩佛门中人，口口声声都是戒律清规，我且来问你，佛祖何时教过你们要见死不救？”就这一句话，全场叫鸦雀无声。
有个无赖反应倒是挺快，说：“哎，你这和尚，什么叫见死不救啊？啊，这是这孩子命中该绝，因果报应，他前世必定作恶多端，今日无非是偿还罢了。”哦，那和尚点了点头啊，你说他命中该绝，这是因果报应，那我且问你，若他前世真有罪业，今生受苦，自是他自受，但你今生见苦不救，你又积下何等的因果呀？这孩子今日之苦，或许是他前世业障所致，但你们眼见他见死不救，这不是造下新的因果吗？那果报只是他一人承受吗？我们不都在这果报当中吗？哎呦，他此话一出，边上老百姓，哎，这理论没听过呀，个个点头沉思。他说的好像有点道理啊。这几个无赖一看坏了，这老百姓怎么要向着他呀？赶紧抢白说：“那也不对，他吃肉，他杀生，你怎么说？”这僧人说：“好啊，那咱们就聊聊杀生。诸位，佛门为何立下戒杀之律？”有一个混混那不以为然，说那就是不让屠杀任何生灵。错，戒杀之根本不是杀生本身，是为了杜绝众生内心的贪欲、嗔怒、残忍之念。如今这位父亲为了救自己的女儿，他才去吃的肉，心中有没有半分的贪嗔杀心？他不过是出于对自己女儿的慈爱，这是人之常情。你们学佛学的连人之常情4个字都忘了吗？贫僧试问，这种迫不得已的救命之举是否违背戒杀之本意？可你们呢？为了所谓的戒律，为了所谓的清规，当街殴打羞辱这位父亲，把他孩子往死道上逼，这难道不是心生嗔怒与残忍吗？你们跟这位父亲相比，我来问你们谁犯了杀戒？就这一番话，你还真别说，边上就有几个老百姓开始点头，很认可呀。这跟佛母佛牙会都没听过呀，这说的好啊。边上几个无赖可不行了，赶紧有人强辩说：“和尚，你说的倒是轻巧，那难道为了救一个人，理直气壮的杀生吗？啊，那被杀那羊，它不是生命吗？”这和尚微微点了点头啊，你倒有点慧根，你所言不错呀。那羊确实无辜，但是这世间众生本身就是相依相存呐。食肉本是人之所需，并非是出于罪恶之念。再者说了，今天这位父亲难道是为了自己口腹之欲而伤生吗？我刚才说了，他是为了救自己的闺女，这叫情势所迫，这和贪欲、恶念杀生这是根本的不同啊。那又一个无赖说了，说那依你之言，那只要是个人都可以借迫不得已之名杀生，那佛法戒律岂不是形同虚设吗？这和尚用手一指，的荒唐！佛门戒律立于人心之间，何为迫不得已？这还用人教吗？正如今日之事，这父亲要不是为了救他女儿，命悬一线，他怎么会舍着自己的尊严舍肉救人呢？佛祖立规是为了教人慈悲济世，三藏法师当年取回大乘佛法，也教导众生要开方便之门，要救众生于苦难，不是让人死守着教条置生命于不顾啊！如果人人都如你们一般看似守戒律，实则见死不救，这才违背佛门戒杀护杀之根本。那我再退一万步说，这对妇女是我佛门中人吗？既未皈依佛法，也没有发愿持戒，你们为什么要强加佛门的戒律在他们身上呢？这难道不是拿着戒律去逼迫无辜吗？佛祖慈悲济世，从未要求天下众生接受佛律，更未教人以戒律为刀伤人害命。此话一出，边上老百姓有一个带头喊了一句：“对！”坏了，其他老百姓全跟着喊起来了：“和尚说的对，和尚说的对，你们赶紧放人，放这对妇女回家！”哇，老百姓吵起来了。这几个人一看，坏了，这怎么弄？犯众怒了，没辙了。领头的那个，走快，全跑了。边上老百姓啊，可就问啊，说：“和尚，你叫什么呀？你在哪座寺院修行啊？”但这和尚呢，谁也不理，不跟他们计较，只是缓缓的俯身。他把那块羊肉给捡起来了，垂眸望去，这羊肉依旧鲜红，还是很新鲜的。那父亲呢，还跟那儿跪着呢，满脸的泪痕，神情呆滞。怀中这孩子是气息微弱，
和尚快步走到路边，找了一个干净的石板坐下。他拿这手啊抚着这块羊肉，那么口中低声可就吟诵说：“羊也生于天地，同众生轮回。今日此肉，非为贪口腹，乃为救人命。如舍身一回，已成一段功德。若此举有罪，贫僧愿业力承担。如果有任何的报应，贫僧独受，绝不推辞半分。”说完之后，伸出衣袖，他把这肉啊上头的尘土都给擦干净了。之后，他捧着这块肉到那父亲眼前了，说：“赶紧吧，把这拿回去熬汤啊，救你孩儿啊。”父亲闻言浑身一震，他伸出手犹豫片刻，把这羊肉给接过来了，那唰就下来了，泣不成声啊，说：“大和尚，大恩不言谢呀！若有来世，我做牛做马，我偿还此恩呢。”和尚闻言是眉眼不动，就是伸手给他搀起来，说：“莫说来世，你也莫做牛马，今生为人，当知人心人善就够了，快回家吧。”这父亲一愣，似有所悟，点了点头，抱着孩子紧紧揣好那块羊肉，踉踉跄跄可就往家奔去了。脚步匆忙，但也不再回头。这大街上这场热闹就算是散了。刚才那看热闹的、评说是非的、随波逐流的，一个个全都走了，三三两两去往自己该去之路，仿佛刚才这儿没有发生过争执一般。可唯独刚才人群当中还站着两个人，是两个衣衫褴褛的丐僧。书中暗表这二人正是唐三藏和孙悟空。那和尚啊跟这儿刚刚站定，目光扫过四周，人群已散，唯剩下这二僧。他自然不认识这两个人是西天来的两位尊者，但是他知道这两个也是僧人，便缓缓转身，面带微笑，双手合十，向这二人深施一礼。那么这个三藏和悟空呢，是不敢怠慢，急忙双手合十，还了一个佛礼。那僧人微微的点头，嘴角含笑，口宣一句阿弥陀佛，说完之后抬腿就走，步履从容，他可就走远了。唐三藏瞧着那僧人是脸上挂笑，悟空忙问说：“师傅，你看他乐什么呀？”这个三藏可就说：“徒儿啊，这取真解之人我找着了。”